这是1000年以后，每个人在18岁时都会随机获得一项超能力，有人可以用意念控物，有人利用飞行能力搞代价。这速度不去送外卖真是可惜了。然而珍妮却是个意外，她今年都28岁了，超能力还没有觉醒，所以每次找工作都被面试官无情的淘汰，就连男朋友也经常对她爱答不理。她只是上了一个厕所回来，男友就打开窗户从20楼飞走。尽管如此，珍妮还是认为自己可能也许是大器晚成而已，看到流浪猫她也会好心的带回家里。不料却刚好碰到合租的二蛋正穿着紧身衣在扮演超人，珍妮忍不住调侃道：“你这哪里像是超人，简直就是一个真空包装的木偶。”说着还拿出手机拍照。二蛋见珍妮要让自己出丑，立马使用超能力让时光倒流。随着镜头一帧一帧往后退，很快时间便来到1分钟以前。二蛋赶紧把斗篷脱掉，可能是紧身衣太小的缘故，愣是半天都脱不下来。眼看珍妮已经开门走进屋里，他急忙跑进卫生间把门关上。Don't come in. I'm masturbating. 终于避免了一场尴尬。这天晚上，珍妮来参加表妹的18岁生日，这意味着表妹即将解锁新的技能，大家都用期待的眼神看着她。母亲让她隔空把电视打开，小美迫不及待地用力挥手，可是却没有一点反应。父亲让她用意念试试，小美再次试了一下，然而却没有感知任何变化。母亲赶紧安慰道：“超能力未必一定要在生日当天觉醒，也可能过几天就会解锁。”珍妮的心里却有些庆幸，因为终于有人跟她一样平凡。可是还没等她高兴几秒，表妹就在开冰箱时不小心把门拉掉。原来她的超能力就是力大无穷。为了炫耀自己的超能力，小美竟然让母亲坐在沙发上单手举起，这让珍妮再次感到失落。她随手顺了一瓶香槟，便怒气冲冲地离开。本想找男朋友倾诉一下心中的不满，不料却发现一个金发美女坐在家中。珍妮以为这是她的新女朋友，但是男孩却……但立马又开始激动不已。他认为这或许就是自己的超能力，只要动物看到两边就会变成人类。
生活。医生只好满足他的心愿，不料刚走没有多远，前方就传来一阵刺耳的声音。看来真是好心办了坏事啊！到了1000年以后，每个人在18岁时就会随机拥有一项超能力，有自带红外线的千里眼，也有全身带铁的万磁王女孩，还有这个能够随时随地召唤海洋生物的男孩。而这个脑袋尖尖的黄毛就更加离谱，他的超能力竟然是用肚子来做3D 打印，只有你想不到的东西，没有他打印不了的。只需要10秒时间，一个栩栩如生的玩具就可以新鲜出炉。只是这味道让人难以接受，但猫哥却丝毫不会介意，因为玩具可是他的最爱。二蛋之所以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并不是为了对抗外星人，而是维护社区的治安。虽然觉得有点大材小用的感觉，但是在这个人人都有超能力的时代，他们只不过是普通的市民而已。既然是正义者联盟，那闪电侠肯定必不可少。二蛋想知道他到底能有多快。How fast do we talk? 话音刚落，闪电哥就已经从泰国溜了一圈回来，还顺便花10块钱合了个影。二蛋跟猫哥看的是目瞪口呆。很快他们的义警小队就组建完成，然而刚开始就出师不利，看到一个女人急匆匆地走来，他们误以为后面有坏人追赶，结果弄了别人一身的污水。Thanks, the one that takes ages to clean up. 好在女人着急回家，只是问候了一句就匆匆离开。大壮却突然想起自己出门时忘带了钥匙，无奈只能请艾迪帮忙开门。可是艾迪的穿墙术是好是坏，最后竟然被卡在墙里，进退两难。一群人在外面你一言我一句，却根本帮不上忙。闪电哥可没耐心在这里傻等，他让二蛋在这里守着，也许等艾迪体力恢复后就能出来。作为队长，二蛋当然不能丢下队友跑掉。可是没过多久，闪电哥那边就传来消息，大概是有一群流氓正在欺负一名女孩。二蛋可不想错过这次表现的机会，最终还是抛下艾迪匆匆离开。等他赶到时，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2名队友已经被人抓住狂殴。二蛋顿时有点害怕起来，根本不敢上前帮忙。闪电哥要不是跑得快，肯定也被按在地上摩擦。二蛋急忙使用超能力让时光倒流，这样队友就可以提前逃跑。然而回到1分钟前的时候，超能力却突然断开。眼看队友们又要挨揍，二蛋急忙再次使用超能力让时光倒流，结果超能力又在关键时刻失效。也不知道试了多少次，每次都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他越是着急，发挥就越不正常，队友们也是无辜被多揍了好几次。直到二蛋因为体力不支完全无法使用超能力，男人这才怒气冲冲地走过来问道：二蛋看了看旁边被揍的队友，颤颤巍巍地说道：然后头也不回的仓皇逃走。从此以后，二蛋开始一蹶不振，泡在浴缸里就是一整天。凯莉告诉他不该这样颓废，应该去给队友们道歉才行。二蛋觉得好像有些道理，他买了一袋巧克力来到小帅家门口。也许是被二蛋的真诚打动，小帅欣然接受了他的道歉，并提议他重新召回小队成员。不料当他们来到闪电哥家里时，他已经另立山头，有了自己的队伍。闪电哥不但不接受二蛋的道歉，还开始对他冷嘲热讽。二蛋愤怒地冲过来就是一拳，却被闪电哥轻松躲过。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未能伤及闪电哥分毫。眼看拿他没有一点办法，二蛋只好用超能力让时光倒流。时间再次回到进门以前，这次闪电哥刚打开门，二蛋就趁其不备一拳将他打倒。女孩从小就有通灵的能力，只要对着死者的遗像看上一眼，她就能立马让死者的灵魂上身。作为一名小小的律师，他经常用自己的超能力帮助警方破了很多复杂案件。闲着没事的时候，他还经常利用自己的超能力跟希特勒对话聊天。这天有个唱片公司的经纪人找到了他，凯莉以为是有法律方面的问题需要帮助，便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不料经纪人却将他带到了录音棚里，原来他们有一位歌手意外身亡，可他的专辑还没录制完成，所以经纪人想让这名歌手附身到凯莉身上继续完成录制。凯莉从来没接触过这么大的明星，心里显得十分紧张。她想让珍妮陪在身边才行。珍妮为了凑钱去探索医院觉醒超能力，决定假装成凯莉的经纪人大赚一笔。Jen Regan Talent Management. 对方经纪人也十分大方，开口就答应给他们25作为酬劳。然而珍妮却以为对方说的是25英镑，当即就还价要50才行。对方砍价到30，珍妮觉得30英镑好像也不错，凯莉也高兴的连连点头。不料经纪人却告诉他说的是30万，30万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想到他们即将有这么多钱，两人顿时高兴的跳了起来。珍妮也开始装起了富婆，左手拿着高脚杯，右手吃着高档的寿司。可这个明星却是个老色批，不但两眼直勾勾盯着珍妮看，还对她动手动脚。Sugar tits. You look a bit like Margaret Thatcher. I like that. 要不是为了那30万，珍妮真想抽他几个大嘴巴。为了给男人一点教训，他们偷偷把歌词做了一点修改。歌手越唱越感觉不对，仔细一看才发现自己的歌词已经被改得乱七八糟，这让他顿时火冒3丈。Who changed this? This is my song. Who changed these lyrics?
拿到酬劳以后，珍妮迫不及待地来到探索医院，却遇到一个跟她一样没有超能力的女孩。也许是因为两人都有同样的经历，所以聊得十分开心。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对他们太不公平，凭什么别人都有超能力，他们却没有？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一个女孩竟然在他们旁边炫耀自己的超能力，珍妮当时就被气得不行。不料他们上卫生间时再次与女孩相遇，看到女孩已经醉得不省人事，黑妹突然从包里拿出了剪刀，几秒以后，他们便拿着一把头发从卫生间跑。往往都会相反。很快就到了凯莉上台演讲，本想上台好好发表一番慷慨陈词，不料珍妮却跟母亲在门外大声吵了起来。台下的人们根本没心思听她演讲，这让凯莉也失去了演讲的兴趣，只好一脸尴尬的匆匆离场。可珍妮知道此事后，不但没有感到愧疚，反而开心的笑了起来，这让凯莉的心里非常难过。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凯莉甚至认为她根本就不想觉醒超能力，因为这样她就有理由做一个糟糕的人。最后两人大吵了一架，便不欢而散。第二天早上，珍妮正准备吃点早餐，却发现面包上贴了红纸，于是她又换了一块，结果上面还是贴有红纸。她本想把红纸撕掉就好，凯莉却在身后不停地咳嗽，很明显是在暗示她不准吃。于是她让猫哥问凯莉贴红纸什么意思。猫哥刚想传话，珍妮就愤怒地说道 Tell Jennifer those red dots are stickers and they denote everything that is my property and that if I bought it, she can't use it. Jen, Carrie says. Tell Carrie that I have bought loads of stuff for this flat. 于是他便从桌子上找出一颗洋葱。凯莉让猫哥告诉珍妮，难道洋葱可以当早餐吗？也许是被气过了头，珍妮二话不说拿起洋葱就啃了起来。想到曾经如此要好的朋友，现在却闹成这样，凯莉的心里十分难过。然而真正的友谊又怎会轻易说散就散？凯莉在玩拼图时故意装作不会，珍妮立马心领神会找到了台阶下。Oh, that's a hard one. I want to say armpit, although that does look very tufty. 两人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恢复了往常的默契，最后相视一笑，冰释前嫌。女孩正在跟男友视频聊天，身后却突然出现一个男人，他们都被对方吓了一跳。冷静下来后，他们开始对男人进行拷问，可男人只知道自己曾经是一只猫，其他的什么都不记得。无奈珍妮只好把男人暂时留在家中，并拿来一罐猫食让他自己打开。可是猫哥根本就不会使用工具，愣是弄了半天也没能打开，最后只能用牙齿去咬。二蛋实在看不下去了，拿过钳子就要给猫哥露上一手，结果他不但没能把罐头打开，还把工具都给弄坏。It's broken.
虽然猫哥不记得以前的事，但是看到二蛋洗澡，他就会习惯性的拿来刷子，因为在他潜意识里用刷子洗澡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虽然二蛋一脸享受的样子，但是突然感觉好像哪里不对，怎么自己反倒成了猫的宠物？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猫哥渐渐把珍妮当成了他的主人，在珍妮不开心的时候，就会静静的陪在他的身边，像一只可爱的小猫一样。更确切的说，它本来就是一只小猫。这天早上，珍妮无意间看到猫哥喝牛奶的样子，她似乎想到了什么，一个邪恶的念头便油然而生。原来她在网上看到近期将要举办一次猫展，只要猫哥能够在猫展上获得冠军，那么就能获得丰厚的奖金。有了这笔奖金以后，他就能尽快去诊所觉醒自己的超能力。可是猫哥却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他现在已经变成了人形，怎么参加猫展？然而珍妮却早有准备，只要用这些猫粮唤起他作为猫的感觉记忆，就能让猫哥重新变回原形。可是猫哥却担心自己变回原形后再也变不回来。但是看到珍妮一脸失望的样子，他最后还是选择变回了原形。当珍妮抱着猫哥来报名时，才得知这次比赛的内容是跳舞，因为猫哥曾经是以漂亮的毛发获得过冠军，对于跳舞他根本一点不会。无奈珍妮只好给他临时培训。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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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料变回原形的猫哥根本无法与他交流，珍妮当场就被气得暴跳如雷。可是为了丰厚的奖金，他还是硬着头皮把猫哥带上舞台，希望会有奇迹的发生。然而猫哥不但没有配合他的表演，反而从 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and it'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wanna dance to the light, pull the stars from the sky,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ever sleep, never stop, as we shout from the top. We're gonna be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ow the morning is the afternoon. We lay awake in bed. The laughs so loud as the hours pass. We're gonna do it all again.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wanna dance to the light, pull the stars from the sky,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ever sleep, never stop, as we shout from the top. We're gonna be, we're gonna be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The moonlight, the summer sky, it was the best we ever had. And we'll stay on forever. We'll never have regrets.
影片由原班人马强联手，每一集都堪称经典。不好看我陪你一个对象。该片集喜剧、动作、科幻、奇幻、冒险于一身，除了无厘头的搞笑外，还增添了不少奇装异服。小黑竟然把自己当成了超人，珍妮将从此开启自己新的篇章，事事都顺心如意，不但跟猫哥住到了一起，还把他带回家介绍给父母认识。为了帮猫哥赢得丈母娘的喜欢，珍妮告诉他母亲说什么都要赞同。This top makes me look fat. Couldn't agree more, Mary. Huge. 话音刚落，母亲恨不得当场把他弄死。猫哥觉得做人太难，宁愿选择做一只会爬树的小猫。看到别人张贴的寻人启事，他会愤怒地撕下来带回家里，然后用榨汁机搅得稀碎。珍妮却跟朋友在家里开启了派对，可能是高兴过了头，3个人竟然睡到了一起。猫哥却没有丝毫介意，还主动提出去超市给他们买早餐。正当他准备结账的时候，门口却突然传来一个小孩的声音 But Mummy, that matters like Daddy. 女人看到猫哥后差点惊掉了下巴，手里的瓶子瞬间掉在地上摔得稀碎。猫哥瞪大眼睛看着这对母子，似乎想起了什么。这是一个人人都有超能力的世界，吃饭的时候就被缩小1倍，然后进入一家手掌大的餐厅，这里的胡椒粉都是现磨，这里的一根面条够吃2顿，吃不完还可以打包带走，下次吃的时候只要加热就行。可珍妮却是个意外，到了28岁还没有觉醒超能力。她跟凯莉砸锅卖铁凑够20万，终于成功加入异能发掘计划。想到自己的超能力就要觉醒，珍妮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激动。教授告诉她，超能力之所以没有觉醒，可能是意识形态有问题，在获得超能力之前，必须先克服某些心理障碍才行。珍妮以为教授要做心理治疗，可教授却快速搓了搓手，然后缓缓放在她的头上。随着一阵微弱的电流袭来，珍妮被带到了虚拟世界，这里便是她意识形态下的物理空间。每本书都记录着她大脑里的想法，更确切地说，这里就相当于大脑的储存芯片。正是这里的某个地方出了问题，所以才阻碍了珍妮的能力。在这浩瀚的书海之中，要想找到超能力谈何容易，而且还会时不时就增加几本进来。但珍妮并没有灰心，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看到超能力所在的房间，这让她有些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走过去把门打开。可眼前的一幕让她惊呆了，房间里竟然杂草丛生，根本没有记录超能力的书籍。教授安慰她不要着急，应该试着把以前的东西清空，然后重新创造一个全新的自己。珍妮表示完全没有问题，说着她就跟凯莉朝家里飞奔而去，把家里之前的东西都扔进垃圾袋，就连昨天刚买的零食也不放过。要想让这些东西彻底从世界上消失，必须将它扔进这里的空洞，即便收费很贵，但他们也别无选择。这里的空洞就像黑洞一般的存在，任何东西只要扔进去就会被瞬间吞噬，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相当于电脑里的彻底删除。凯莉越扔越来劲，根本停不下来，直到把所有东西都扔完，她连自己的头发都不放过。珍妮被她的疯狂吓坏了，生怕她会把自己也一起扔掉，找了个借口便匆匆离开。这个小男孩明明只有8岁，却在一夜之间变成80岁的老头。就在昨天，他还跟正常人一样在家里玩着玩具，却突然来了一个陌生男人。原来是珍妮从加速公司请来的朋友，想让他帮忙快速度过难熬的1周。可猫哥却坚决不同意，他想陪自己的儿子慢慢的度过。2人为此躲在房间里大吵了一架，朋友却误以为要让孩子快点长大，他一边对着孩子使用超能力，一边却在偷听珍妮跟小黑吵架。可能是听得太过入迷，竟忘记了身边的孩子。等他反应过来，为时已晚，孩子已经变成了老头。而这样的超能力是不可逆的。眼看儿子的时日不多，小黑决定带他去游乐园度过美好的时光。虽然儿子心里十分想玩，但快速衰老的身体却让他力不从心。然而小黑却偏要让他去坐滑梯，结果下一秒弄得全身是伤。到了晚上，小黑的前妻刚下班回到家里，珍妮正准备解释孩子变老的事情，可还没等他说完，孩子就叫起了妈妈。Mummy. 翠花被吓了一跳，看着眼前比自己爷爷还老的儿子，她心里那叫一个伤心。然而事已至此，她也不好多说什么，表面上装作慈眉善目的样子，心里却早已对珍妮恨得咬牙切齿。为了不让小黑发现她的愤怒，翠花只好使用超能力发泄心中的不满，一边对小黑有说有笑，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而另一边则对珍妮露出凶恶的表情，甚至问候她的全家。珍妮实在忍无可忍，当即便回怼了过去。虽然他们吵得不可开交，但猫哥却没有丝毫察觉，直到把前妻送走，他还夸翠花真是个贤妻良母。 Just one big happy family. 女孩只是不小心吃错了药，竟复制出无数个自己，就连周围的同事也变得透明起来。她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用力地眨了眨眼睛，可依旧看不清同事的样子。原来凯莉跟小黑分手后，就遇到大黑的疯狂追求，不但上厕所都跟着他，还使用超能力将自己分身，一个去工作，另一个留下来陪凯莉聊天。不管凯莉走到哪里，他都像跟屁虫一样跟在后面。不料却在办公室遇到了前男友。自从跟凯莉分手后，小黑下定决心要找工作，毕竟工作中的男人才有魅力。然而第一天上班，他就开始摸鱼，竟然把办公室当成家里。凯莉实在看不下去了，拿出一份文件叫他帮忙打印，结果 A4 纸被他弄成了1纸。看着这么大的空白，
凯莉差点被气得半死。从此以后，凯莉再也不敢叫他帮忙做事，即便小黑主动询问，凯莉也是果断拒绝。可小黑并没有就此放弃，他偷偷帮凯莉清理了柜子，本以为凯莉看到后会感激涕零，可凯莉差点崩溃，这可是他花了好几天才整理出来的文件柜，所以要用的东西都已经分类放好，不料现在却被小黑装在了一起，这让他瞬间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他再也不想见到小黑，干脆把自己关进柜子里面。为了彻底解决小黑这个麻烦，珍妮给他出了个主意，去黑市买几颗摇头晃脑丸放在小黑的办公桌上，老板发现后肯定会把他开除。凯莉趁四下无人，便偷偷朝小黑的办公桌走去。正当他把药丸放在桌子上准备离开时，却被主管穿墙进来发现。 What are you doing? Are those drugs? 眼看就要人赃俱获，凯莉急忙解释道：“这只是感冒药而已，主管刚好感冒，让他给自己一颗服用。”正当他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老板突然走了过来。凯莉趁他们谈话的瞬间，将所有药片吞了下去。结果开会的时候，药物就开始发作，很快就产生幻觉。眼看就要被同事们发现端倪，凯莉突然站了起来，正准备用超能力帮顾客附身，然而却没能成功。他用尽全力又试了一次，结果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正在此时，小黑突然走了过来，将凯莉拉了出去。然而凯莉的幻觉越发严重，整个人竟然飘了起来。他们正想着接下来该怎么应对，大黑突然跑了过来，叫他们赶紧回去开会。为了避免产生幻觉，凯莉干脆戴上墨镜给顾客画画。小黑不想他被老板开除，二话不说便使用时光倒流，想帮凯莉回到吃药前。结果超能力却被弄反，竟然把时间向前快进了几个小时。凯莉的油画已经完成，她一脸得意地摘掉眼镜，富豪们满是期待地想要欣赏她的杰作。当老板把画转过来时，所有人都惊呆了，画板上的画竟然是这个鬼样，而凯莉还是迷迷糊糊，还给自己的杰作点了个赞。女孩无意间打开尘封100年的箱子，竟找到了觉醒超能力的书本。教授看到后激动不已，原来珍妮内心的恐惧是亲密，现在既然找到了问题的根源，那么只要想办法克服这种恐惧，体内的超能力就会重新觉醒。教授当即便给他布置了任务，必须从身边选择一个人向他表达爱意，这种爱可以是亲情，也可以是爱情，只要是发自内心就行。珍妮觉得完全没有问题。见猫哥独自一人在客厅，他便鼓起勇气走了进去。正当他准备对猫哥表达爱意的时候，却看到沙发上被弄得乱七八糟。今天是万圣节，猫哥却想变回猫的样子，这样就可以不用给女友买节日礼物，也不用陪儿子去做无聊的事情。珍妮被气坏了，原本想好的甜言蜜语瞬间烟消云散，随后说出来的话竟变成了调侃。You know, I really appreciate you and fucking love you, bro. Did you just say you love me? Maybe, I don't know. What are you, the love police? Ever heard of ACAB cake? That's what you sound like, mate. 没想到话到嘴边却难开口，表达爱意根本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看来只能换老妈试试。可当他打去电话的时候却无法接通，无奈他只能给老妈留言。Mom, Mother, Anna, I was just calling to say I love you, like children do. I love you so much. Just want you to know that. Love, love, love. 这态度明显就不真诚，看来跟老妈也不能做到心平气和。刚到店门口准备上班，却被顾客堵得水泄不通，好不容易坚持到下班，珍妮有气无力地抱着快递回家，刚准备打开箱子看看有没有惊喜，却突然发现屋内不太对劲，难道是进了小偷？她屏住呼吸，拿起开快递的小刀，小心翼翼地朝房间里面走去，定睛一看，竟然是小黑，身边还绑着一个女孩，看样子好像是凯莉。珍妮走过去想要取下头套，却被小黑拦住。 No, wait. That's not Carrie. 说着，他便取下头套，迅速躲到珍妮身后。为了逃避给女友买万圣节礼物，男人竟然把自己变成一只野猫，结果被一只小白猫深深吸引，两猫就这样在垃圾堆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第二天晚上，猫哥实在饿得不行，竟然跑进人类设下的陷阱，很快就被带到动物收容所。为了防止这些流浪猫繁殖太快，人类准备给他们做一个小小的手术。大壮正要给猫哥注射断子绝孙药，外面突然有人找他，无奈大壮只能暂时离开。等他回来后，却发现猫哥不见了踪影。正当他爬在地上四处寻找的时候，猫哥却悄悄伸出了猫爪，趁其不备把针头推了下去。不偏不倚，刚好扎到大壮的身上。本以为这点剂量根本没有什么问题，结果下一秒就倒在地上晕了过去。猫哥则大摇大摆地逃走，不料刚到路边就被3只二哈盯上。可能是看他很不顺眼，二话不说就朝他追了过来。猫哥一路狂奔，被追到了死胡同里。所幸他比二哈多了一项技能，蹭蹭2下就爬上了前面的大树。而另一边，凯莉为了让自己变得时尚，竟然用超能力把去世多年的女演员召唤了出来。 And you want me to what again, darling? Teach me how to be sexy. 冬梅不但教他穿着打扮，
还教她如何撒娇卖萌。凯莉听得十分认真，每个重点都用笔记录了下来。本以为学习结束后就可以把冬梅送走，可冬梅却看上了她年轻漂亮的身体，竟然强行赖着不走。冬梅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简直比麦当娜还要漂亮。凯莉试图将她赶出自己的身体，可试了几次都没能成功。小黑却没有丝毫察觉，他走进来拍了拍凯莉的肩膀，可下一秒差点被吓尿。Hello, handsome. 为了将冬梅从凯莉的身体赶走，他们将凯莉绑了起来，然后在网上学习驱魔的办法。与此同时，一群年轻人正在学女巫骑着扫把飞行，结果不小心撞到高压线上，当场嗝屁。冬梅挣脱束缚站了起来，正要对小黑图谋不轨，房间却突然停电。珍妮急忙找来手电筒打开，刚转身就被吓了一跳。冬梅手里拿着小刀，缓缓朝他靠近。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房间里的灯光突然亮了起来。原来小黑一直就在他身后。珍妮急忙给他使了个眼色，小黑立马心领神会，一把将凯莉抱住。珍妮迅速冲过去，将他手中的小刀夺下。面对这个难缠的家伙，他们竟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正当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珍妮的母亲突然找了过来。收到留言后，他十分担心，以为是珍妮的临终遗言。看到珍妮现在相安无事，他瞬间松了口气。面对这个骚里骚气的冬梅，老妈急忙拿出一面镜子，准备降妖除魔。他只是念了一句咒语，房顶上瞬间电闪雷鸣。然而冬梅却安然无恙，并威胁他们再念咒语就咬舌自尽。珍妮害怕他会伤害到凯莉的身体，急忙冲过来一把将她抱住，最后用自己的真诚将凯莉唤醒。随着凯莉的意识渐渐清醒，冬梅终于被强行赶了出来。这是一个人人都有超能力的世界，可珍妮却是个例外。她一直在为自己没有超能力而苦恼。为了发掘超能力，她几乎花光了身上所有的积蓄。直到这天早上，在异世世界中无意间发现一个黑洞，他们便好奇地爬了进去，可里面却伸手不见五指，根本看不到一点光线。正当他们准备返回的时候，灯光突然亮起，房间里的肥皂泡满天飞舞，地上还放着一本十分厚重的书本。教授终于找到了阻碍他超能力的原因，因为父亲在他16岁时就离开了人世，这让年幼的珍妮一时无法接受，所以他潜意识里将自己停留在了18岁以前。要想觉醒超能力，就必须彻底从父亲的世界里走出来。可珍妮一直通过凯莉的超能力跟父亲联系，要将父亲忘记谈何容易。当父亲得知后十分伤心，但还是依依不舍地跟珍妮做了最后的告别。这意味着从此再也不能跟父亲联系。珍妮伤心的泣不成声。跟父亲告别以后，她迫不及待地想要觉醒自己的超能力，试着用意念打开微波炉，却没有成功。她又试着用意念将台灯关闭，可仍旧没有反应。Keep trying. 在凯莉的鼓励下，他继续朝不远处的木偶伸出双手。此时此刻，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着见证时刻的奇迹。在珍妮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玩偶竟然瞬间爆头。看到他终于觉醒了超能力，朋友们激动不已，纷纷为他鼓掌庆祝。珍妮的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然而不出意外的话，肯定要出意外了。只见黄毛走过去，拿起木偶的头看了一下，发现这是他们演戏用的道具，因为忘记关电，所以发生了炸裂。想到刚才竟然是空欢喜一场，珍妮脸上的笑容立马消失。她抱上父亲留下的遗物，匆匆离开，再次来到扔垃圾的空洞。只有把这些东西扔进去，她才能彻底跟过去告别。然而朋友们却怕她想不开，很快便找了过来。珍妮看了看父亲留下的翻盖手机，依依不舍地扔了下去。正当他准备扔微波炉的时候，小黑却不同意，毕竟这么好的微波炉扔掉有些可惜。他本想抱回家自己用，却不小心将门打开，珍妮一个没站稳便掉了下去。小黑被吓坏了，急忙使用超能力想要时光倒流。然而珍妮并没有回来，他慌慌张张又试了一次，可依旧没有作用。与此同时，珍妮却被空洞带到了另外一个空间。至于这是哪里，期待第3季为我们揭晓。